阿嬷特别日子，她会穿量身定制的衣服，她会帮我们选布料，做起来的衣服你们就一起穿，这是很特别的回忆。裁缝旗袍需要的材料是布料和扣子。我们在领子里也加了内衬，让它够挺。裁缝旗袍的时候，很多小小的细节很重要。站的时候、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驼背啊？这些其实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裁缝师不好好抓紧这些细节，衣服真是会很不一样的。旗袍对文丽来说有一股独特的魅力，它的设计简单，但不失细节，穿在身上显得优雅有气质。文丽是一名裁缝师傅，顾客喜欢什么衣服她都会做，但是她自己特别喜欢为顾客做旗袍。扣子方面也是旗袍的一个特征，很多不同的做法吧。我现在也是在学做印花的盘扣，在新加坡比较少看得到这种手绣，真的是费很多时间，需要很多耐心，慢慢的发挥想要的设计。文丽在大约10年前学裁缝，给自己缝的第一件衣服就是一套用羊毛做的旗袍。从此，他就对旗袍情有独钟。那时候也是很难找到我喜欢的旗袍，我一直以来都想试试看做自己的衣服。那时候我还记得，那天我穿旗袍的时候，我会感到很有自信，能做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很有满足感。我一直在学做衣服。在这10年之内，我一直很喜欢，越来越喜欢。旗袍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开始流行，有100年历史。但文丽认为不需要被传统所束缚，在裁剪时可以加入个人的创意元素。在他的裁缝店，顾客可以看到像羊毛和粗花等一些较少用来制作旗袍的布料。其实旗袍是每个人能穿的，在新加坡，我们一想到旗袍，其实我们是想的比较合身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有肉啊，不想穿，不舒服。其实不只关于紧或者松，那个审美观很重要，要看那个人的体型的身材，要知道怎样裁剪。旗袍对我来说代表一种坚强，一种力量。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一件衣服，但是我觉得女人穿上旗袍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优雅。Come this way. Have you had lunch? 文丽以前是一名心理学家，偶尔以玩票性质帮人做衣服。2年前，她决定辞职当全职裁缝。我的心里最想要的是，让新加坡人能比较欣赏裁缝衣服的艺术然后体验到定制衣服的经验吧。小时候我记得的感觉是，从量身定制的过程，你是好像就是被人照顾，很体贴的感觉。然后做出来的衣服真的是你的。祖母那个年代，一个旗袍能穿30年、40年，我觉得这种概念是我们现在比较少见。您定制衣服的时候，你是费了很多时间，所以做出来的衣服真的是很特别，你会珍惜，你也是想穿很多次。So this is just like in progress, there's like pins. 在这个速食时代，文丽却用至少半年的时间来为顾客做一套旗袍。她要唤醒的正是一种对时间的敬仰，希望人们更珍惜用时间酝酿出来的成果。现在的生活其实找到衣服很容易很便宜 ，with fast fashion 我们真的是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大会欣赏衣服是否真正的合身。Yeah!
做裁缝是用爱心来看一个人，注意一个人的喜欢，他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看法、什么感觉，这些小小的东西我们都放进了衣服。做的时候就是做得很开心，看他穿的也是很高兴。Look at that. This has that like duochrome kind of effect, like the color, the two-way. 转换跑道的这2年，对文丽来说，最有意义的是加入丈夫开的裁缝店，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丈夫本来是一名律师，也是因为喜欢裁缝而放弃了专业。这些日子以来，他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我们双方有能够互相学习的地方吧。这份工作有没有压力？那肯定是有点压力。我觉得这种压力是可以接受，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幸福，很少人有这种机会做这种把艺术当着工作吧。在这个定制过程中呢，能不断的继续追求这个完美，我觉得是一个挺漂亮的一件事情。Very nice. 对。Good job. 其实裁缝教了我怎样爱护别人。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在追求艺术，但是我越做的时候，我就越发现，真的是顾客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发现我能用我的技术、我的双手来注意他们，那么简单的东西，其实能对顾客有很大的影响。我最大的期望是让更多人惊艳裁缝的美。